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来到我这个边走边聊节目啊。今天天公作美啊，好凉快啊！前几天热的不行啊。今天咱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啊。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在中文学习的过程中啊，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啊，可以说是一个坎儿啊，一个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老师，你别卖关子了啊！对啊，好的。今天呢，我聊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为什么啊，你在中文学习的过程中啊，自以为自己学的还挺好的，对不对？自以为自己的这个水平已经到了这个中级的水平或者中上的水平啊，听力也不错啊，这个阅读能力也还可以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自己的这个口语水平啊，远远配不上自己这个听力水平和阅读水平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就是你很多时候啊，在想说的时候，想表达一些观点的时候，想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这个捉襟见肘啊。这个词儿我用了很多次啊，觉得确实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啊，非常适用啊。就是发现好像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好像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表达不出来。我脑子里虽然有很多想法，很多概念，但是组织成语言啊不行。说成中文脱口而出的中文，永远是那么基础的、简单的，没有一点点这个任何的这个复杂的成分啊，一点都不丰富啊，总是那么苍白啊，甚至有时候有点无力啊。单调啊，贫乏啊，好多词语都可以形容这个啊。我不是在批评你们啊，也不是在嘲笑你们啊，这个不是，这其实所有语言学习者啊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不管你在学习任何语言都是如此啊。中文的话，可能它有更多的难度，也未必啊，但可能和别的也是半斤八两啊。就是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那应该如何去克服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我一直以来在思索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啊，中文教学者，我肯定是会去想想看啊，应该这样说，学生们的这个难点和痛点在哪里，然后我能帮助大家，有些什么东西能帮助大家呢？有什么方法吗？有什么手段吗？有什么技巧吗？啊？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啊？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很困惑的地方。或许有人有答案，或许有人没有答案。有答案的人呢，他可能未必有方法，有方法呢未必那么有用啊。首先咱们针对这个没有什么答案的朋友啊，聊一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最关键一点就是大家在学习这个语言的过程中啊，其实是沉浸在学习语言的快乐里的。对，我可以这样说啊，有些朋友啊，花很多时间啊，沉浸在这门语言里，对吧？沉浸在中文的学习里啊，一天花好几个小时啊。我之前看有些朋友一天花8个小时，哇，这个毅力真是太惊人了啊，太佩服了。那他就做了大量的输入，但说实话啊，输入对于就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啊，我觉得相对是一个轻松的东西。对，相对还是一个轻松的东西。那我是不是在说输入没有那么重要呢？当然啊，不是这个样子啊，非也啊，输入非常重要啊。而且我也相信，只有足够的输入，才可能慢慢有些输出啊。但是很多朋友他过于的专注于输入，过于的强调输入，或者说过于的喜欢待在输入的这个舒适圈里，因为很舒适，我只需要做那块被动的输入接收就行了。这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过程，我觉得。我自己就学习语言，我知道我可以看英文的小说，对吧？我看电视剧、电影，对不对？等等，很轻松，很开心啊，享受其中啊。
但是呢，你真的让我说的时候，我会发现捉襟见肘，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啊，因为我可能没有勇气踏出那一步，太难了。因为我知道前路就是一个看不怎么清楚的道路，我采取的方法，我行将要做的事情，是让我特别没有信心的。因为在输入的时候，我只要做那块，我就能接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我接收到的东西，我可以认为它都是能为我所用、为我所有的。就是我以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我以为我看过的东西，我以为我听过的东西，它都是属于我的，我就有一种满足感。对，我今天又看了多少书啊，我今天又听了多少英文啊，又看了一部电影啊，特别的这种开心啊，我又记住了多少单词啊，真的是记住了啊，单词，比如说单个的词汇，我记住它的意义了。对，那么在往下面走的那一步呢，该怎么办？其实所有人，我不能说所有人，说错了，就大部分人都卡在这一关了。语言它的本质其实用来说的，语言最早是没有记录的，对不对？没有文字的记录的，文字是后面出现的。但是我们现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其实会舍本逐末吧。我们会因为现在这个互联网啊，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语言学习材料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有这些无穷无尽的资源的时候，你其实阻碍了自己往前走一步。这些无穷无尽的语言学习资源对你而言，就像一个温柔乡一样。温柔乡里有什么？有非常舒适的床，有非常温柔的陪伴，有美食，有暖气，舒服啊，特别特别舒服，一个温暖的小窝。这个时候，在小窝之外啊，狂风暴雨，而且甚至你都看不清它的道路究竟会通往何处，你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继续往前走，你的前方在哪儿？你每走一步，你到底离那个目标有多远，或者多近呢？你都不知道。那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就待在这个舒适的小窝里头，温柔乡里头。所以我们往往把自己要做的是一个事情，就是踏出这个小窝，首先开门，迎接暴风雨的到来，然后往前踏出那一步。我们迟迟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我们害怕，我们犹豫，我们心慌慌，所以我们看了看，觉得，算了，还是回去待着吧，更舒服。或者也就是有些人，踏出几小步，在这个小屋的周围走上一圈，然后就说我感受了一下，我很勇敢，我很厉害啊。那么现在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了，我可以往后退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状态，一些人待在舒适圈里头，这个小窝里头，一些人出去走了一小圈回来了，这样其实已经囊括了大部分人。真正有勇气的，直面这个狂风暴雨的勇气的，直面前途未知的这些人，其实还是少数，而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能做成一件事情的人，能学会一门语言的人，语言才能真正变成他的一个工具。这句话可能听来大家会觉得不舒服，老师你这话说起来挺扎心呢。
我好像确实目前为止学习语言都是这个样子。那是不是输入就没有意义呢？我不是啊，同学啊，不要误解我啊。我一直认为输入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它会让你真正的浸润在这个语言里头，然后可能日积月累，很多东西不自觉的会进入你的脑子，它会留在那里，变成你的这个养分，变成你的能量，变成你语言的大厦的一些砖块啊。要盖一个大厦是不是要砖块啊？混凝土啊，好吧，都可以啊，或者一些结构啊，都可以。但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一个事情了啊，不管盖房子也罢啊，做什么事情也罢，我们是不是开始该做了？我们已经有些积累了，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犹豫不决的地方。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面对的一个困境，就是我在说话的时候，开始说话的时候不够自信啊，所以2次呢就会往后退缩，就会回去了，然后好像说的不够好，下回就别说了吧，啊，这样安慰一下自己啊，然后心里就舒坦了，舒服了，不必对自己那么坏啊，对，同时呢，逻辑又可以自洽。逻辑怎么自洽呢？逻辑自洽的这个方法很简单啊，就是告诉自己，你看我每天都在学习中文，我每天都有这么多输入，对吧？我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啊，我肯定每天都是一点点的进步的，是不是？其实我说日积月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日积月累有时候日积月累体现的是你这个努力勤奋，但是假如你这个方向不怎么对，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一个词语不是说有一句话叫做南辕北辙，就是假如你要去南方，你一直往北走，那你是不是离这个南方会越来越远？你不要以为你就说你坐的这个车非常好，对吧？或者这个天气很好啊，或者这个司机很好啊，这些都是条件越好，其实你离这个南方越远，这就是南辕北辙的意思，也是很多人学习中文里头的一个方式。你的方向是有点问题的，同学，方向搞错了，一切都是徒劳，而且适得其反。我们现在就回到一开始说过那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为什么开始说的时候，领导要说话的时候，只能用一些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呢？因为你之前说的实在是太少了，你脑子里能活用的这些词汇表达方式，真正能用的啊，我不是说那些被动输入，其实你脑子可能已经囤积了非常多的这些语言材料，但是他们不为你所用，他们不认你这个主人，他们说，哎，想用我，哎，没门儿，我躲起来，对不对？这是你的一个困境，你用的很少，他为什么不认你这个主人？因为你这个行动没有让他明白你可以成为他们的主人呢。你的行为并不是决绝的勇敢的往前走，就像一个领袖一样，你要领导别人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一个艰苦困难的这么一个事情，你首先要给人一个愿景，对不对？给人一个愿景，我们会达成什么样一个目标，对吧？然后呢，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法，你的计划，比较周详的计划，我们每一步应该怎么做，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不断出现，我们也要展现出这种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别人才能跟随你啊。但是假如你在这个学习中文的时候，要说的时候，你总是犹豫不决，总是出去走几步又往回退，那这些语言在你脑子里囤积的这些语言材料，他怎么能信任你呢？他怎么会觉得你是值得信任的，值得交付自己，把自己托付给你，让你去用他们呢？这样是不是很形象？所以我觉得
开口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很多学习者啊，我觉得输入也很多，但输入的东西觉得有点问题，就是过于的单一，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单一体现在两方面，一般的学习者他可能首先就是用那种课本教材，对不对？这东西的单一非常单一啊。另外一些就是他不用课本，摒弃课本，他只用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些材料，比如说我们做这些视频，这个其实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对，你纯粹只是说通过看这些视频，我们正常人说话，局限性非常大。因为我们特别是可能我还习惯用一些比较复杂的表达方式去说一说。很多中文老师他为了让学生有自信，用的是非常简单的表达方式。对，因为它的简单可能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你吸收起来真正用起来，你可能会往下再降一级。那假如我的就是表达方式在这个层面，那你吸收可能会到这个层面。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大家可能还需要让自己这个语言这个输入的这些材料更丰富一些，稍微比自己这个水平要高一些，难度再加大一些。而且特别是一些书面语的表达，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书面语和口语是不一样的，是泾渭分明的。不是的，它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完美融合的、完美结合的。它可以让你的表达方式更为的丰富，更为的地道，更为的出彩。这个其实比如说很多学生觉得我的表达方式和别的中文老师是有些区别的，那是因为我平常看的书很多，书面的语言很多，我可以把这些东西自由的运用起来，然后他们很听我的话，然后他们可以比较容易比较轻易的结合到我的口语里头，让我的表达方式更为丰富，更为自然，更为地道。其实这个也是我想和大家说的另外一点，就是多去接触一些书面的语言材料，不要仅限于这个口语的视频啊等等啊，看看当然是好的啊，也让你接触一些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怎么说话的一个状态。但除了这个，就一定要有一些真正的书面化的这些语言材料，这样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这个水平，真正提高自己中文的这个表达能力啊！我真是殚精竭虑啊，寝食难安啊，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啊。好，现在来到这个重点了啊，重中之重啊！大家拿出一个笔记本啊，记一下啊，好好认真听啊。下面就是非常重磅的信息啊，非常重要的信息，其实就是我针对同学们这个问题，我现在做了一个小班课。其实小班课其实就是5人制的小班课。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提高你的这个口语表达能力，怎么从初级变成中级，怎么让你的这个之前只是简单的贫乏的苍白的一些表达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呢？更有特色，更有中文的这种优美的感觉呢？怎么去做呢？这个其实也是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还和我的一个小伙伴一直在磨这个课，因为他之前是做了很多的线上工作坊和线下工作坊的，他有很多这些经验，所以我尝试去做这个课件的时候，然后我会给他讲，然后让他指出我的一些问题。我其实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学生在这个课程中变成一个
更为积极的主导的力量，老师只是一个辅助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现在其实因为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说实话啊，很多学生其实还很有意思啊，很多常常给老师留言说，老师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语法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个词是这个样子用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真的，这所有的东西 AI 都能告诉你，可能老师在当下未必都能马上反应过来，可能老师也要去问 AI。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老师真正的能带给学生价值的地方。在 AI 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什么？是温度，温暖的力量，那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互动交流的这个一个状态。我相信，不管科技如何发达， AI 如何发达，甚至以后机器人老师都出现了，对不对？人的这个老师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是有温度的，对，我们能带来温暖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锁定小班课的这么一个原因所在。因为小班课就是大家有互动、有交流，对不对？共同的去探讨一些事情，共同去做一个事情。他每一个小班课里的同学只有5个，不多不少，刚好我们能慢慢的这个共同认识、共同成长。老师在里面起的是更多是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辅助的一个作用，真正让学生们能从中受益，同时能得到一种温暖的力量，这才是我追求的目标。就是当我开始锁定小班课之后，我就在想，这个形式哪个形式对于学生而言最好呢？怎么去做是最好的？其实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短视频，就是说学生做一个简短的中文的表达方式，我把它提升一下，用更复杂的这个表达方式去说，复杂的地道的表达方式去说啊。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的一个切入点，我觉得很好，所以我想把这个结合到中文教学里头。假如是一个小班课的话，我在想什么样的形式更好。这个时候脑子里就蹦出来，其实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学到后期，其实更多是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啊。然后可能第二点，第二个层次，就是通过中国的这个文化、这些思想，中国人的所思所想，去探索自己，明白自己，理解自己。所以这其实有3层啊。第一层就是故事，中国的故事，大家喜欢的。第2层故事，它展现中国的文化，中国人所思所想。第3层，就通过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你再返回去想自己。有3级的这个跳跃，这个也是我设计课程这么一个指导思想。所以最终设计出来的课程是什么样？就是我现在的课程其实是就先做1节啊。我心不大，一开始我先需要去和同学们一起去磨课。我希望和同学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把我这个课做得更好。所以一开始我只上，每周我可能只会推出1节，在上一周推出来，下一周大家可以去上这种状态。第一课啊，第一课是什么？第一课就是我这几天在这个我的很多这个社交平台都发布了这个塞翁失马这个故事。塞翁失马很有意思，它体现了很多中国人的所思所想，这是一点啊。我认为很多纯粹的中国的这些故事，都特别能反映中国人的一些思想，比如说顺其自然呐、福祸相依啊等等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想到的一个形式，就是通过这个故事，它可以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简单版的版本，对吧？可能就是8句话左右，简单的中文。这可能是大家平常会接触到的比较简单的中文。那么我会把这个8句话单另拆出来，每一句话给它配一个图，配一个和这个文字非常相关的这一个图，然后8句话拎出来，然后让学生们去结合这个
两种状态，一个状态是这种看图说话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把这个文字进行丰富性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它原来一个句子是简简单单的，你把它变得更为丰富一些，加入更多元素，通过图片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状态，你在里面提取更多的一个信息，甚至可以加入自己的一个想象，就是促使自己去做这个事情，需要去做这个事情。对，同时我可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引导大家，比如在一个班级有5个人的话，那其实每个人轮一个，前面2幅画我可能会帮助大家去适应一下这个形式，然后到最后1幅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轮了一圈了，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做一下，看一看自己有没有一些收获，有没有对这个形式更熟悉，有没有一些更多的体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每个人都会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大家看一下能不能从同学那里学来一些更好的表达方式呢？所以这个课程它是纯中文的，但是它的水平我不是说你必须到多高才行，因为我觉得描述或者叙述一些东西的这个能力，不管你是现在处在哪一级的水平，其实你们的起点不会差太多。所以说2个学生感觉上本来比如说听力水平、阅读水平差的挺大的，但是真正涉及这个状态的话，你们的起点可能反倒还比较接近。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当然后面还会涉及文化的一些讨论，然后我希望自己在通过这个文化，让大家真正开始探索自己平常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所思所想，真正做到这个课程对大家不仅仅只是一个语言的一个状态，而且是真的能带来一些温暖的，是真正有温度的中文，真正区别于现在 AI 能提供你这种所谓干货的这些课程。对，我希望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一个目的，这是我甚至想做很长时间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在这个东西，我希望我是和同学们一起去磨出来的，就是通过不断上课去磨出来。所以这是第一期我可能会讲8个故事啊，每周会推出1个故事，所以大家也没有压力，就说一次要报多少课啊，那个费用挺高的，对不对？我1个星期只会推出1节课，然后每节课，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是更优惠的，给大家更多优惠，让大家都能负担得起。说每节课每个学生只要10美元都能上啊，但是可能有些条件，比如说什么时候上课呢？这个很重要啊。我一天的话，我会觉得，因为在全世界有很多朋友都学习中文嘛，对不对？我就是一天中我会抽出2个时间作为可能能上课的时间，就是北京时间的早上9点半。然后就是还有北京时间晚上7点半，然后这个课程呢，我希望就同学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说，所以每节课的时长是1个半小时啊。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啊，就可以点击我这个描述栏里头这个链接啊，加这个 wait list， 对，你填写一些信息之后，等到比如说星期一的早上，我发现啊，有5个学生都选择了这个，那么我们就直接开课。假如后面比如说发现很多学生都散着，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所以说我可能希望大家可以多填几个时间段啊，这样呢早早开始上课，大家也可以早早去感受这个课程的一个状态，我也能早早把这个课程磨练得更好，打磨得更好，最后出来的这个效果是能真正帮助更多的，就是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手足无措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学生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视频因为发出去之后它会长期的存在啊，就算你错过了比如说下周的这个课程啊，你迟点看到这个课程的话没有关系，你都可以加入这个 wait list， 就是我后面有课程的话，我都可以给大家安排啊。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项目啊，我不想只是做一个短平快的，我希望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
和同学们共同成长的这么一个项目，而且真正能帮助中文这个社区的这么一个项目。好的，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今天录了好久，30分钟啊。好的，再见了，下周再见。